医院打电话通知我，儿子得了癌症。我咬牙盘算卖房给他治病时，他却劝我：妈，你别听医生糊弄你，这可是绝症，治不好的。儿媳也一脸真诚，这病根本没有治疗的必要。原来他们以为得癌症的是我，开始惦记我的遗产了。既然他们两个巴不得我早点死，那我肯定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了。我反手撕掉最新的体检报告，听你们的，妈不治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怎么能搞错了呢？你们也太不严谨了。挂断医院打来的电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现在情愿相信诊断结果没问题，得癌症的人我，也不愿意接受得癌症的人是我儿子。他才30岁，还这么年轻。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发现的还算及时，儿子现在还处于肝癌早期，只要积极治疗，后续生存率还是很高的。只是后续的治疗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我正盘算着要不要把老家的房子卖掉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开门声，紧接着儿媳妇张珊珊的声音传了进来。我都打听了，肝癌这种病发展的可快了，那个死老太婆总算要死了。对呀，我估计也就几个月的事了。她死了之后，就周子川那个废物还不任凭我摆弄啊！到时候咱们一家3口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张珊珊几句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。我本以为她平时性子虽然骄纵了点，但是本性是不坏的。可没想到她不光恶毒地盼着我死，竟然还和别的男人勾搭到一起了。自己重病，妻子出轨，这2件事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不小的打击。更何况2件事一起发生了，我不敢想儿子知道后会是什么样。等张珊珊出门后，我又特地去了趟医院，跟医生咨询了一下后续具体的治疗方案。正当我考虑要怎么跟儿子说的时候，他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妈，你现在在哪呀？我收到体检报告了。听儿子这么说，我心下一沉，看来他还是知道了。我在医院跟医生咨询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。原本语气平静的儿子一下子激动起来：你怎么自己去医院了？这病治不治这么大的事，不得咱们一家人一起商量一下吗？妈，你先赶紧回家，等晚上一起商量商量，再决定后续怎么办。虽然儿子的语气让我觉得有点怪，但我也没多想。毕竟突然受这么大的打击，谁也不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。等我到家，儿子跟张珊珊正并排坐在沙发上，看我进来，张珊珊立马迎了上来：妈，你怎么一个人去医院了？这不是让我们担心吗？是啊，妈，你说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要去医院也得让我们陪你去啊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们还不知道体检报告搞错了的事，还以为得癌症的人是我。看张珊珊一脸伪善的关心，要不是怕儿子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，我真想现在就撕开他的真面目。我装出一脸平静的样子，我就是跟医生咨询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，不用担心。谁知道听了我的话，儿子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。妈，这病你还打算治吗？我咨询了医生了，人家说你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。儿子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声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癌症本来就是绝症，再加上您这个年纪了，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，就算勉强维持几年，但你想没想过这得是多大一笔的花销啊？要我说你就别听那些医生瞎忽悠了，他们就是想让你花钱，何必浪费那个钱呢？他每说一句，我的心就沉一分。这就是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好儿子，原来在他看来，给我治病就是浪费钱。
似乎是看出了我脸色不对劲儿。张珊珊在一旁开口道：“妈，你别误会，子川不是心疼钱，他主要是怕您遭罪。别说您这个年纪了，就算是年轻人，我也没听说谁得癌症能好的。与其让您躺在医院里遭罪，还不如趁最后这段时间好好享受人生。”看张珊珊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我下意识反驳：“你的意思，就算得癌症的是你，你也不治吗？”还不等张珊珊说话，周子川先不乐意起来了：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你也不治吗？你这不是咒珊珊吗？说的好像我们故意不让你治一样。你也不想想，你跟珊珊能一样吗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？就算治好了，又能活几年？”如果说刚才我还能认为周子川是对这个病不了解，那他现在的话无疑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说到底，在他看来，钱和老婆都重要，只有我这个妈是他可以随意舍弃的。张珊珊瞪了他一眼，随即故作亲昵地搀上我的胳膊：“妈，您知道子川就是说话直，但我打听了，肝癌根本没有治疗的必要。无论是谁，哪怕是我或者子川，我们也都不会治的。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言，周子川也连忙在旁边找补：“对呀，妈，我都上网查过了，你这个病多说也就1年的时间，这1年与其你耗在医院里，还不如趁着最后这段时间，把你之前没享受过的都好好享受享受。既然他已经上网查过了，那就不会不清楚这个病早期的治愈率和生存率。但他还能说出这番话来，就证明我这个妈在他心里就是无关紧要的存在。那我也没有必要再心疼他了。”我含泪点了点头：“儿子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妈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想再遭罪了，那就听你的不治了。”我这话一出，他们2个脸上的笑意都快藏不住了。“妈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趁着现在状态还可以，咱们好好享受，不比什么都强。珊珊知道您爱吃火锅，特地买了食材，就等您回来吃呢。从今天开始，您就只管吃喝享受。”我这才看见餐桌上正摆着一盆泛着厚重红油的锅底。我平时确实喜欢火锅这一类辛辣的饭菜，但周子川不爱吃，张珊珊的口味更是清淡。平时为了迁就他俩，家里连带辣椒的菜都很少出现，更别说火锅了。看来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。妈，你等一下，我这儿还有东西没拿出来。说完，张珊珊转身回了房间。等她再出来时，手里多了2瓶酒。这2瓶酒，我要没记错，还是她跟周子川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的。当时他可是婚礼一结束，就把这2瓶酒锁到了柜子里。今天可是大出血了。不过肝癌是不能吃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的，更何况是喝酒了，这些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。看来我的好儿子儿媳为了让我早点死，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我瞥了周子川一眼，他似乎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的地方，欣然接过张珊珊手中的白酒：“妈，你看珊珊对你多好，这么贵重的酒，她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的。今天我们2个就陪您好好喝2杯。既然儿子儿媳对我都这么好，我自然不能辜负他们的孝心了。”我让周子川给我们3个倒了一杯。妈要是不生病，还真不知道你们俩这么孝顺。今天妈必须跟你们2个好好喝2杯，最后的这段时光还能有你们2个陪在身边，真是妈的福气。我没有错过他们2个脸上算计得逞的笑容。50多度的白酒像水一样，一杯一杯往肚子里灌。周子川的脸色越来越不对劲，到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。妈，要不我喝水陪您吧？我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？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水壶。儿子，
我知道你是担心妈，怕妈喝多了出什么意外。你放心，妈的身体妈自己心里有数。你要是不喝了，那我也不喝了。一听这话，张珊珊立马怼了周子川一下，这可是让我病情加重的好机会，他怎么舍得错过呢？周子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硬着头皮又给我们两个各倒了一杯。几杯下肚，周子川终于坚持不住了，直接冲进卫生间，隔着门都能听见他恨不得把胆汁呕出来的声音。为了不让张珊珊起疑心，我也捂着嘴干呕起来。好在家里有2个卫生间，给了我施展的舞台。我把门一锁，故意在里面稀里哗啦弄出很大动静，临出去前还不忘捂着肚子，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。这会儿，周子川也从卫生间出来了，原本就蜡黄的脸色现在更加难看了，连额头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我也跟着擦了下，根本不存在的汗珠。这酒怎么喝的我不光想吐，而且肚子这么疼呢？紧接着，我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哎呀，我这可是肝癌呀！是不是酒精刺激太大了，不能喝呀？听我这么说，张珊珊脸上都是压抑不住的喜色。怎么会呢妈？你看子川不也吐了吗？我估计是这个酒的问题。子川，你说对不对？我把目光落在周子川的身上，期待他接下来的反应。明明自己都已经很难受了，但他还在应和张珊珊的话。对，我估计这个酒存放时间太久了，变质了。要不咱们喝点葡萄酒吧？看来我这个好儿子是宁可自己难受，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让我早死的机会。一瓶红酒已经见底了，张珊珊还不肯罢休，我总感觉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。妈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心愿，但我要是您，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子女都能陪在身边，什么都不如一家人在一起重要。你说对吧？张珊珊明显话里有话，虽然已经猜到了他想说什么，但我就是故意不接茬。最后还是周子川憋不住了。妈，你说你现在都这样了，你不打算跟周子越说一声啊？提起这个，我拿着酒杯的手一顿。虽说我姐跟家里是闹了点矛盾，但现在你的身体都这样了，她不应该回来尽尽孝吗？我可听说了，她这几年买卖做得不错，不管怎么样，养育之恩，她还是要报答的。从体检报告出来到现在，几个小时的功夫，他们竟然已经把算盘打到子越身上。我的好儿子儿媳还真是让我惊喜。子越是我的女儿，只比周子川大了2岁，之所以跟家里闹矛盾，跟周子川也脱不了关系。他觉得家里人都偏心周子川，当年子越更是因为创业，想从家里借钱，而他爸把钱都留给了周子川，彻底寒了心。这么多年来，子越除了每年会给我打1次钱之外，几乎不怎么跟家里联系。对于这个女儿，我真是有太多的亏欠。妈，我不是看姐，现在条件好了才让你联系她。我的意思是，她作为您的女儿，有权利知道你现在的情况。要不你说真到那一天，她连尽孝的机会都没有，得多自责呀！张珊珊也连忙在一旁帮腔：“妈，要不你趁这个机会联系姐一下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能有什么过不去的深仇大恨？而且她现在发展这么好，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我跟子川也能帮帮她，这样您100年之后不是也能安心吗？”他们2口子的算盘珠子已经打到我脸上来了，但他们2个的话也确实给了我启发。我确实应该跟子越郑重其事地道个歉，而且周子川享受了这么多年家人的偏爱，也是时候让他付出代价了。我认了似的点了点头。你跟珊珊说的确实都有道理，我这个岁数了，
期待的也不过就是家庭和睦。再说子月是你姐姐，她现在过得好了，你们姐弟俩互相帮扶也是应该的。不过我装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周子川急得眉毛都皱到了一起。不过什么呀妈，有话你就直说。对呀妈，你有什么顾虑就直接跟子川说。我犹豫道，子川，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姐一直以来都觉得家里偏心你。你说当初你姐创业那么困难，家里都没给她拿过1分钱，结果你爸去世之前，转头就给了你一张50万的银行卡，他心里肯定不好受啊。那现在想修复跟他的关系，肯定要拿出点诚意啊。我的意思再明显不过。一听要往外拿钱，周子川立马露出一副吃了苍蝇似的表情。张珊珊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手里还有10万块钱，只要能修复您跟姐的关系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你先拿去用。张珊珊到底还比周子川多了点魄力，她也清楚放长线才能钓大鱼的道理。但是这些年，他们2口子在我身上拿走的可不止这么多，我得让他们一点一点地还回来。我欣然接过张珊珊递过来的银行卡，这一顿酒喝得确实痛快，2瓶白酒，3瓶红酒，外加若干瓶啤酒。喝到最后，周子川直接在餐桌上就吐了起来。张珊珊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桌子底下睡着了。看着一地的狼藉，我轻笑出声。我年轻时的酒量可是出了名的，这几年虽说上岁数不怎么喝了，但是对付他们2个还是绰绰有余。要说张珊珊不光对别人心狠，对自己下手也狠，还怀着孕就敢这么喝酒。第2天一早，我正打算出门，就看周子川瘫倒在地毯上，吓得我惊呼出声：“子川，你躺在这儿干嘛呀？”他一抬头，又吓了我一跳。只见他脸色蜡黄中还带着点乌青，好像几天没睡觉了一样。我肚子疼，浑身没劲儿，好像有点发烧了。一句话让他说得气若游丝，好像随时要断气一样。看来昨天的酒影响可真不小。妈，你说得肝癌的是你，怎么你看着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反倒我这么难受呢？我没错过他眼里转瞬即逝的怨毒，下意识地捂住肚子。你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妈折腾了一宿，吃了半板止疼片，这才勉强睡一会儿。要不是我想着今天去给你姐挑个礼物，我才不可能起来呢。我估计你就是着凉感冒了，一会儿喝点药。说完，我任由他在地上蜷缩，转身出了门。嘴上这么说，但我还真不知给子月买点什么。转了半天，我的目光在一个包上停留了下来。当初子月看中了这个包，周子川看上一双球鞋，可我当时兜里的钱只够买一样的了，最后还是给周子川买了球鞋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买下了这个包。虽然子月现在可能已经看不上了，但我还是想弥补一下他心里的遗憾。我没敢给他打电话，直到到了他公司楼下，我心里还是有些纠结，不知道应不应该打扰子月的生活。我不想道德绑架他，让他原谅小时候的缺憾，但我又觉得有些事应该让他知道。犹豫了半天，我还是没能鼓起勇气面对他。就在我打算走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：“妈！”看到子月的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子月看到我，也快步朝我跑了过来，一把把我抱住。一个简单的“妈”字，包含了万千情感。他把我带到了办公室，我能看出子月脸上的表情有一丝尴尬。自打他爸过世后，这还是我们之间第一次有这样亲昵的动作。但来都来了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。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跟他叙述了一遍。
如我所想，他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妈的。起身就要跟周子川夫妻算账，我一把拦住了他。他们两个的事交给妈来处理。妈今天来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埋怨爸妈，有些事是时候让你知道了。这些话我本以为我会烂在肚子一辈子，没想到今天还是要说出来了。其实周子川根本不是我亲生的。当年周东海和同事一起出差，结果半路上出了车祸。他的同事估计是预料到自己要不行了，就托付周东海帮忙照顾他的孩子。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，周东海把周子川带回了家。也因为心里的那份亏欠和责任，我们俩对周子川甚至比自己的亲生子女还好。结果没想到，这么多年来，不光寒了自己女儿的心，还养出一个白眼狼。在我说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子月一下哭出声来。这么多年来的委屈，好像一下就释怀了，但他也更加替我感到不值。妈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女儿的一句话让我又潸然泪下，但有些事还是要解决。我一回到家，周子川正一脸萎靡地窝在沙发上，倒是张珊珊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。妈，你今天去给姐选礼物了？对，我已经给她送去了。周子川一听这话，立马从沙发上坐了起来。那我姐是什么态度？你姐心里还是有咱们这一家人的，但是多少还是有点芥蒂，觉得当初我跟你爸太偏心了，给你又买车又买房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再说我是儿子，家里的东西给我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就连他现在赚的钱都应该有我一份，我可是老周家的顶梁柱。我控制住想翻白眼的冲动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他早就烂透了呢？我也是这么跟你姐说的，但他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平衡。他现在也不差钱，我看他开那个车叫什么劳斯莱斯，听人家说好像得好几百万呢。你说咱家就你这么一个男孩，他又没结婚，那之后挣的钱还不都是你们的？他就是过不去心里那个坎。一听这话，周子川眼睛都亮了。劳斯莱斯，姐现在过得这么好啊？对呀，要么说他现在不缺钱，就是要个态度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要不让子川去给姐赔礼道歉？看两人脸上掩不住的贪婪，我淡淡的摆了摆手，这倒不用。你姐说了，她现在就是想要一个公平。当初家里给你又买车又买房的，那就必须得一视同仁。但是他知道我手上没这么多钱，所以说到这儿，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这可把他们两口子急坏了。所以什么呀，妈？你倒是说呀！我想着，要不就把你名下的房子变更给他。我边说边观察他们两个的脸色，在听完这句话时，两人不约而同的面色一沉。但是你姐说了，她现在也不缺这点东西，房子车子不用变更到她名下，只要变更回我名下就行。但我怕你们两个不同意，就没敢答应。张珊珊和周子川对视了一眼，两人脸上的表情显然还有些犹豫。那我当然要推他们一把了。算了，我直接回绝你姐吧。这是我给他们两个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他们能不那么贪心，这房子和车子就算我留给他们最后的情谊。但显然我低估了他们的贪婪。商量半天后，他们决定把房子和车子都过户到我名下。妈，你看，这都按姐说的办了。你不说他公司缺人手吗？什么时候让他把我安排进公司搞个经理当当？真不知道我这30多年的儿子是怎么养的，真是又坏又蠢。我面上还是挂着和善的笑容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呢。你姐一个女人家管这么大一家公司也不容易，肯定需要你帮忙。说白了，她再怎么干
以后这公司不还得姓周啊？我这话一说，周子川和张珊珊两人脸上都笑出了花。妈，要不今晚就叫姐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吧，顺便说一下我进公司的事。他们两个已经迫不及待地做上发财梦了。今天太着急了吧？要不我先去跟你姐说，也顺便帮你透个气。要不你姐该以为咱们是惦记她的公司了。他俩面色一僵，脸上都有几分尴尬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就是希望您最后的这段时间能一家人陪在您身边。过户手续都办完了，我回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临走之前还不忘给他们两个画饼。你姐说了，不能光让你们照顾我，她也得尽孝，这意思还不明显吗？别看房子现在是我的名，但说到底还是留给你们俩的。他俩美滋滋地把我送下了楼。我下楼时，子月正在车里等我。他说要趁这段时间带我出去好好转一转，弥补一下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空缺的母女时光。现在房子车子都在我的名下。我大手一挥，行，这次全程老妈消费。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去一次新疆，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了，没想到在我60多岁的年纪竟然实现了。我现在有钱有闲，最爱的人也在身边，每天心情别提多好了，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不少。但有的人显然日子就不太好过了。我刚落地新疆就接到了周子川的电话，不过我选择了直接关机。等我再打开手机，已经是1周后的事了。手机刚开机，上百条消息就涌了出来。妈，你去哪儿了？赶紧回来！怎么不接电话？看到快点给我回消息！你个老不死的，是不是早就知道体检报告搞错了？凭什么得癌症的人是我，你就该替我去死？赶紧回消息！你是死到外面了吗？如果不是早就看清了周子川的真面目，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不堪入耳的辱骂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。周子川的声音从一开始的气急败坏，到后面的力不从心，到现在已经2天没给我发过消息了。看来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。为了避免好心情被打扰，我选择了再次关机。直到子月后面工作实在是排不开了，我们两个才坐上返程的飞机。上飞机之前，我特地发了一个朋友圈，配图是子月给我买的羊脂玉手镯。我一下飞机，周子川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发了过来。妈，你这手镯得几10万吧？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浪费这个钱干嘛？赶紧卖了，给我交医药费。我怀疑他是不是癌细胞扩散到脑子里了，竟然能说出这种话。秉持着有始有终的原则，我还是决定去一趟医院。我刚一走进病房，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。张珊珊正厌恶地捏着鼻子。不到1个月的功夫，周子川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，脸色蜡黄，看着一点生气都没有。看来这段时间他过得不太好受。一看到我，他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，你先赶紧帮我把医药费交了。我仿佛听了什么笑话一样。你的医药费凭什么让我来交？他脸上的表情一滞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慢条斯理地摆弄了一下手腕上的手镯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俩没少在我手里拿钱吧？除了上次给我的10万，我不信你们连这点医药费都交不上。听我这么说，张珊珊也坐不住了。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周子川可是你儿子，你出医药费不是应该的吗？难道你忍心看他病死吗？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按理来说，这住院费一定要交的，但当初不是你们俩亲口说的？癌症可是治不好的绝症，医生都是糊弄人的，到最后就是人财两空。你俩不也说了，
就算得病的事，你们两个也不会治吗？我把他们当初说的话又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他们。周子川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看向我的眼神更是掩不住的愤恨。你是不是我亲妈？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真可笑！我只是用他当初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他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你也知道我是你妈，不是你的自动取款机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从我手里拿的钱还少吗？现在才几天，连这点医药费都拿不起了吗？我这话是对周子川说的，眼神却看向了张珊珊。张珊珊果然有些心虚，妈，不是我不愿意出钱给子川看病，是我的钱有用啊。周子川打断了他的话，实话告诉你吧，珊珊怀孕了，她手里的钱不能动。你要是不想让老周家断子绝孙，就赶紧拿钱，要不然我就让你孙子跟珊珊姓名，看你死了怎么有脸见我爸。我真是笑了，都21世纪了，他竟然还拿这种话来威胁我，殊不知自己早就被人扣了绿帽子了。我不管她怀没怀孕，从今往后你别想在我身上拿走1分钱。你周子川指着我指尖颤抖，气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见我这么不留情面，张珊珊也收起了脸上的伪装。我也不跟你废话，要么拿钱，要么把房子车子都给我过户回来，否则我直接去法院告你，信不信？我头一回觉得他们俩这么般配，都是又坏又蠢。房子和车子是你们2个自愿过户的，手续正规，你要告就去告好了，你要不告我还要去告呢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俩用各种理由从我手里拿走的钱不下100万，我倒要看看法院能不能帮我把钱要回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刺激，原本气都不够用的周子川竟然挣扎着从床上站了起来。你个死老太婆，我今天就弄死你！你死了之后，你的车子房子钱都是我儿子的。说完他就朝我扑了过来，好在他现在的身体已经跟正常人没法比了，被我堪堪躲过。等他再朝我扑的时候，门外冲进来2个保镖，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按倒在地上。要说子越对他还是了解的，怕他狗急跳墙，特地派了2个保镖过来，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。松开我，你们松开我！眼看挣脱不来，他又换策略了，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姐现在那么有钱，180万对你们来讲根本不算什么，我不多要，就500万，你给我500万，从今以后我都不会再跟你开口。我都是快死的人了，就算之前我做的有错，但珊珊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呀。我就是想给他们娘俩留条后路，好一副情深意重、有情有义的模样。如果没有他之前那么算计我，我说不定真的会动摇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看我还是不为所动。周子川神情癫狂起来，你个死老太婆，我都这么求你了，你还不同意？反正我的病也治不好了，你要是不拿钱，我就是豁出我这条命，也要杀了你和你女儿。到时候你们的钱都是我儿子的。都说哀莫大于心死，现在听他说这些话，我不觉得难过，只觉得可悲。扫了一眼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张珊珊，不知道她现在心里是感动，还是觉得周子川真蠢。你的算盘注定要落空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家产也轮不到你头上。说着，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日记本，丢到他面前。这是周东海生前的日记，里面写了周子川的身世。这么多年，我和老周对你可以说是仁至义尽，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好。可你看看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我没有赶尽杀绝，把之前给你的那些钱全部追回，已经算是我仁至义尽了。
张珊珊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个走向，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见捞不到什么好处了，她就想溜之大吉，但我怎么可能给她这个机会？我让保镖关上了门。见捞不到好处了，就想跑。周子川一看我拦着张珊珊，立马又激动了起来：“你别碰珊珊，要是她跟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定跟你拼命！”话音刚落下，就听见他一连串的咳嗽，到最后竟然咳出血来。毕竟是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，说心里一点触动都没有是不可能的。想走也可以，去把剩下的住院费交了。还不等张珊珊开口，周子川就在一旁反驳道：“我的事用不着你管，你个死老太婆，你不是看我快死了吗？但你放心，我还有儿子，我会告诉他是你害死了他爸。等我儿子长大了，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这都是你们欠我的。”我没想到，直到现在，周子川心里还没一点感激和愧疚，还想着让他儿子报仇。那看来我也没必要再顾及他了。我又从包里掏出几张照片，甩到他面前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心心念念的儿子根本不是你的种？”张珊珊早就跟其他男人勾搭到一起了。照片中是张珊珊跟其他男人的亲密合照，还有对方陪她去做产检的照片。光看照片都能感觉出来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。这一刻，周子川的信念彻底崩塌了。他不愿意相信自己心心念念的儿子竟然是别人的孩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肯定是骗我的，你个死老太婆！这个时候还想挑拨离间，你不得好死！看来周子川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我掏出手机，张珊珊的声音清晰地从里面传了出来。录音内容就是那天张珊珊跟那个男人打电话的音频。如果他还是要自欺欺人，那我就真的没办法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我也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。关上病房门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了周子川崩溃的怒吼：自己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，唯一期盼的孩子还是别人的，任谁都接受不了。但我没想到，等我在听到他的消息时，他竟然死了。原来当天周子川跟张珊珊大吵了一架，眼看事情败露了，张珊珊也干脆跟他撕破脸了。两人吵完，张珊珊就想拿钱跑路，被周子川拦住了。周子川估计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一连捅了张珊珊3、4刀，刀刀都在肚子上。结果被张珊珊的情夫从楼梯上推下去，当场就没了气。我跟子月一起去认领了周子川的尸体，给他选了一块墓地，这也算了却了我们这么多年最后一丝情谊。张珊珊虽然保住一条命，但孩子没有了，今后也失去了再做母亲的资格。最后，张珊珊和她的情夫因过失杀人，分别被判了5年和7年的有期徒刑。再遇到张珊珊是在商场门口，她因为偷东西被一群人围着打骂：“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！”几年的功夫，她却好像苍老了几十岁一样，连头发都变得花白。如果不是听到她的声音，我都不敢想这竟然是她。原来她那个情夫的家人把当初那件事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了他身上。张珊珊出狱后，那家人就不停地找他麻烦，他去哪里工作，那家人就去哪里闹，就连他住的小区都不放过，导致张珊珊现在居无定所，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。今天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来商场偷东西，没想到还被人发现了。看着蜷缩在地上的人，我心里难免一阵唏嘘。正当我看着他出神时，女儿的电话打了进来：“妈，我预约的按摩时间马上就到了，你怎么还没来呀？”“马上就到了。”挂断电话，我进了商场，过去的
终究是过去了，而我也在60岁之后迎来了新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